本节目由超级省的同城旅行独家冠名播出，5折住好房，订酒店就同城。好豆奶喝爱豆，本节目由银鹭植物爱豆破壁豆奶赞助播出。盲寻孔雀谷，探索云南的异野仙踪。孔雀拍屏了。大熊，欢迎你们来到初冬瓜村，做一日精神村民。快来，快来！哇，好可爱！啊，我太喜欢的配色了，真的，这个我会哎。嗨，做了一天的精神村民，真的感受到了更多的松弛感。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吃饭哦，好香，好美味，好丰盛。我们就玩广播了，我们不如现在就去上面吃饭。好。出发！哎，这是我们刚才学习这景的地方哎。哦，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吃饭哦，这啥意思啊？金瓜子任务点哦，有个任务点，重回1倍速咀嚼。看剧的软件从1.5倍速开发到3倍速，4分钟看完一部电影，5分钟看完一本书。我们总希望快速获取更多的信息，我们总怕与热点脱节，我们总希望填满吃饭的时间。可是村里的下饭剧不是智能开发的电子榨菜，是自然的风，是屋檐的雨，它们可不会给你开启倍速调整的按键。走啊，我们是坐在外面吃的。Meet bread Meet bread my my。Meet bread my my， 我们又回来了。刚才就是这个大姐教我们织锦。Meet bread my my。Meet bread my my。 Meet bread my my。 Meet bread my my。 bread my my。 哇，这儿太好了，我太喜欢这儿了。对呀，这个景太好看了。天哪！哇，好是心旷神怡啊！我看这葫芦，他们说他们是葫芦的孩子。他们德朗族的传说是人是从葫芦里出来的，所以他们会挂这个葫芦。那个艾达要不要吃个木瓜？哦，木瓜树。你太美了，阿姨给你拍。哎呀，好好看。啊，好棒！哎呀，谢谢。孩子们走。好好吃，好香，好美味，我可以自己。好丰盛。哎呦，我那个鸡蛋绝对特别好吃。哇，这鸡汤都是红油。女儿，我这个第一碗是给你的，女儿。哎呀，谢谢爸爸。爸爸，能不能给我2条鸡腿？哇！来，哎呦，真的好香啊！给你来点啊。谢谢。这个好吃，这个是那个菌子。这个汤好好喝，吃得了。真的。这鸡蛋也好吃。鸡蛋特别蓬松。我没时间，等我喝完先。你要吃哪个？我只有一个嘴巴，水没有当吃。
我觉得虽然今天是下雨了，但是后面一直都没有下了，多好啊！只能说今天和昨天真的是天差地别，有点。哇，这也是太美了！陈姐姐做到！陶欣然，不知道开始吃饭了没？真是没赶上好时候。今天一天错过是挺可惜的，真的。哎，今天你们我看走了好远的路，你们应该见识很多吧？就那个水谷舞是最好看的，你看过？跳舞啊，跳舞兰溪没有看到，那真的是太遗憾对呀，啊！我没看到啊，应该让咱俩去啊，他们都不会跳舞、啊，那我就应该跟着跳了。咱俩跳。但是我们那条线路也特别好，你们是手工课是吧？身后织锦，做绒花，就是我这个绒花吗？对。对，喏，这一个，喏，穿一根进去。你的那个季景很开心，你知道我们两个去弄那个茶叶，我还蛮喜欢喝茶的一个人，但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酸茶，居然能亲自体验。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曾试过了。我们才发现，原来它都不是在6种茶叶里面的那种做法，它是独立出来的。我今天才知道。哎，宝贝们，哎，宝贝们，恭喜你们获得村民资格证，这个是送给你们的小礼物，还有贺卡，可爱，非常感谢。你要带给我们的哦，谢谢。哦，谢谢。哇，2个啊，一个人2个，我会不会有点贪心啊？谢谢。不会吧？哎，只有你2个哎，谢谢。德高望重啊！你真的是德高望重呀！谢谢。哇，谢谢。谢谢我的丽丽，来抱一个。你看看里面有的，哎，什么意思？这个还挺重的。哦，精神村民资格证。哦，真的有东西。哎呦，还真这孩子们还对上号了。哎，你们袋子里面有没有这个呀？没有，你那是织的一块锦哦，很棒哦。你那要织几个月的？真的？真的是手织要几个月，我今天刚学会。啊！哇，我太幸运了吧！谢谢你妹妹。哎，女儿，你看看那个里面有个名单，会不会写的张小龙？我写了，这是张小龙女儿蔡秀芬。哦，这个是陶欣然的哦，你帮欣然收哦。哎，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上面写的什么？来，村里的耳朵是可以听得见夸赞的。那是什么礼物啊？耳环。哦，它有耳环哎，所以可以听到。加上哥哥给你买那个手串，你已经全了。德昂族代言人了。村子里的笑话是可以自娱自乐的。精神村民资格证，村民名称杨九郎，地址出冬瓜村。你的小礼物是什么？我的小礼物好像是一包茶叶啊，酸茶。哇，它装得很好。哇，它装得很好。你的是个？你的礼物是个这个吗？葫芦丝，村里的时间是可以被忘记的。哦。这句话我觉得刚才特别适合我们俩刚才看到的那个老神仙，就是他100多岁了，我觉得他，而且他特别童真，就在那儿坐着晒太阳，跟您握握手吧，握握手，沾沾仙气儿。他已经不是老人的模样了，就是返老还童的那种感觉，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呢，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他，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长寿，他只是忘了时间的，真的忘记时间了。其实我也觉得，从50之后了，其实不应该叫51，应该叫49、48、47，慢慢忘。我的女儿虽然那么年轻，但她是懂得那么多，就像经历过一样。你
说完了吗？来，我们的班长，你可以闭嘴了。哎，我好喜欢这句话。村里的眼睛是可以只看见喜欢的人的。我现在只看见我喜欢的人，跳过，从这里跳过，知道了。村里的耳朵是可以只能听见喜欢人说的话的。刚才谁说的？你这是有样学样啊你！我们好喜欢出冬瓜川了。好，哎，我这个是什么啊？是一个挂坠儿。哎，这刚才你不就特别喜欢这个吗？对。他刚才就特别喜欢这个。谢谢。村里的手是可以拍拍自己的肩膀的。你看，这就是针对你说的。戴在手上，拍拍自己。哎，它有2个了。哎，它真的是一对儿的。我也可以跟你拍，我也有，拍。好了。他那个没给他，给名章给他。哦，不用，我有了。到我啦。啊，来，是可以不听见的。精神村民资格证，村里的花衣裳是可以不用配搭高跟鞋的啊。这个可以不配的。这个锦真的很漂亮，这个是直接拢在腰上就行了。就这样拢啊？对啊，拢在腰上。哎，好看呢！哇，怎么这么搭呢？来，女儿，爸爸来，让爸爸来帮你一下，爸爸。对，这样好看的，跟我那个花花的衣服。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多巴胺配色。哎，能不能我尝试一下？我觉得哥你可能不对，你得多缠一条。哥没有不对的时候。哥啊，哥要是我爸不对的话，我爸永远都是对的，只是刚才说话太多了而已。天哪！再来走个秀吧。好。真的是充满了多巴胺，你看。完美！我觉得你女儿的精神状态有点……我女儿的精神状态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靠近她了。真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好，现在我们要读出身体不太好的陶欣然。村里的发色是可以不用每天洗头也能戴的。啊！哇，如果他在，真的是很配合。对，我觉得很适合他，因为他的头发是很好看的，就这样插上去就很美了。对呀。好，这里把我的脸 P 成他。谢谢。太感动了，谢谢哦。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啊，真的是。我刚才就是听那句话，我觉得真是特别好，就是时间是可以被忘记的。我觉得忘记时间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丢了。刚才我俩在路上就在说，我们到了村里之后，我们竟然没有看手机，除了拍照片，就为了拍照片。对，我是没看，因为我们有相机，我们就没看手机。就是我们这些手机依赖症的人，竟然能够不看手机。但是你说要是回去，你想保留这个松弛的状态，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因为大环境根本做不到。对。我觉得就是当我们从这儿走出去之后，找一些好的理由让自己放空一下，忘了。你的意思我知道，就是说咱们尽可能靠近，但是有一些东西也不是说努力它就能克服掉。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都市人真的是不可能没有电子的东西。就像小朋友现在没有电子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教学那边也需要。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到像这样子的城市啊，有一些比较让你可以放松，然后把那些东西都抛开，哪管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都也很好了。对。回去要找一个好的理由让自己休息一下，小隐于野，大隐于市，就是我们要在城市里要找一找能够让自己放空一下的时候，然后如果实在在大城市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走出来啊，我们到这儿来做小隐也可以啊。但我喜欢那4个字，小满即安。对，我特别喜欢那4个字。这个是我们现在都是在共勉的。小龙老师，我能说一个你的那个事儿吗？他说不可以，直接说。你还记得那会儿我跟你介绍那个杨师傅，就是那个做按摩的师傅吗？其实杨师傅背后跟我说，让我开导你，劝导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做按摩本身是为了什么？松弛放松。他1个小时的按摩没有办法躺下，他趴在那儿躺在那儿，他那个手机永远是捏在手上的，底下有个洞，对，底下有个洞，他手机永远在那儿，然后按着，师傅说你趴着别动啊，他等一会儿
起来回个信息，待会儿起来回，支付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工作。所以说，我觉得你现在对你现在进步了，比以前好一些吧。这中间过了10年了，对吧？我觉得你现在的整体的精气神状态反而比那会儿要好，因为心态变了。那个时候不是小满则已的那个感觉，小满即安的感觉，那时候特别想往前冲，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去做，谁的事儿都要去管。现在就做减法，或者可以选择了。说实话，虽然我这个年纪了，但是呢，其实我也没有放下，我每一件事情我都会管，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他如果有事情呢，我还是会愿意去听他发生什么事。可是你会选择给值得的，说值得啊，就是他也觉得我值得吧？是啊，对啊，互相的。其实就像稻田里头，你跟小鸟，你跟欣然一样的，就是为什么你说完那句话，欣然也会马上崩溃，马上就眼泪飙出来，是因为你们互相懂得，互相值得。就是如果你表达出来以后，对方的人啊，没关系啦，其实我也不在乎，那个就是就不一样了嘛。对，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很多时候，你愿意全力以赴去聆听，去给予，去支持，一定还是你觉得值得。那当然，对呀，所以啊，但是他以前不是的，他以前就是不管你要不要，我觉得你需要，我要给到你，我要给到你，我要给到你，因为我觉得你需要。哥哥那时候的状态，他是满负荷的情感输出、体能输出，一切的输出，他把自己调在100，那个油门踩到底再往前跑，所以他会很累。我现在好很多，他现在好很多。我会提醒自己，现在有涡轮增压了。说实话，我为什么有的时候那段时间把自己安排得很满？就像你说的，我不想失去。对，我那段时间特别希望我的工作安排得很满，我也每个人都想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下什么事情。说我知道它终究会过去，但是我想让它留的时间长一点。所以那段时间我格外的可能比他们更拼，更拼。然后其实我也有去劝我们一起的，我说哎呀，这段时间你要好好的多努力的。他说哥没问题的，以后有的是钱去赚。后头你知道说谁？但是我跟你讲啊，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就是，我那个时候状态就是我只能做这一件事。我说我们去拍节目嘛，我是演员，我就想演。他打电话，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我就在那义正言辞的说了好几句，然后他没辙了，说你是不是傻？你就说你是不是傻？我就想挂电话了，我心想你干嘛呀？他真的是真朋友。对，但那个时候我 get 不到，像10几年前，我还有这个觉悟。哎，过了几年，突然说，哎，你叫我啊！我说我。然后他想说，我真傻，我还叫你。不过他还是叫我。现在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说，哎，我跟你讲特别好，我跟你讲，下次我跟他们说让你来啊。他每次都这样说。我记得有一张纸在我的床头，我一直都很喜欢的。当时候我也算是 TVB 的，就一线挺高位置的那时候。然后我看见有一句话说，飞鸟不管它飞多高，它总要停下来。然后我就想这句话特好，然后我跟自己说，我想停得很好，所以我一直就想，千万不要骄傲，也千万不要以为就可以永远都是这样，我不要这样想，然后要提醒自己，要美美的姿态的站好，就不管人家怎么看我站好了，自己美美了就够了。对。所以其实有智慧才能够真的更好，包括不管是事业还是家庭，我们需要思考，需要智慧。所以就是今天那个主题特别好，有些事情可以忘记啊，甚至有些人都可以忘记。你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有些无关紧要的一些需求我可以不去帮助，锦上添花就算了，雪中送炭我还是要做的。然后先斟满自己的杯子，先让我们自己过好一点。包括你啊，让自己过好一点，让自己的身边的人过好一点。你知道，就是如果事事都是重点，就没重点了。对。刚刚你们说完以后，突然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就是以前看的儿童刊物上面的，说有一天，森林里促销卖苹果，1折销售。
爱吃苹果的小动物都跑去了，哇，囤了很多。长颈鹿很羡慕，他就想说这么便宜，我买一堆回去囤着，我妈妈肯定会表扬我的。好，他就买了一堆回家，他特别开心。他跟他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今天真的是省了很多钱，今天苹果大促销，我买了很多。”他本来以为他妈妈会夸他嘛，然后他妈妈看了他以后就说了一句话，说：“傻孩子呀，你忘了我们长颈鹿是不吃苹果的吗？”哦，这个点在这儿呢。你明白吗？是的，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却忘了自己最需要的是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了，只管就是那个事情而已。对，这个比喻很好啊。好，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我们还是早一点开车吧，好不好？走，女儿走，那我们去腾冲是吧？对，好，走。走了，出发喽，系安全带。对，好吧，我们出发去腾冲。前几天那个热搜特别逗，说《甄嬛传》里所有的毛笔字都是我写的。你哪有那么闲啊？我马上就辟谣了，我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就不知道从哪传出来的，你知道吗？哎呀，无所谓的。关键你毛笔字到底写的怎么样？很好啊，他写的很好。般般吧，就是我觉得说你不是自己的功劳，你不能搞到自己身上，你知道吗？就如果这个我不回应，我觉得挺不好的，因为剧组都会有专业的美术老师请人。但有一件事情我已经回应不过来了。什么东西？说小龙导演。小龙导演。完了，走到哪人经常问我，哎，郑老师，我也没有办法。你知道以前我真的郑小龙跟张小龙，我是搞不清谁是谁，所以我跟你们拍了，但是我还是懵的。我经常说郑小龙那个来问他一呀。对，我后来我已经没有办法说，后来有人在我评论你好有才华。太有才华了，还可以拍，还可以当演员。对，又是导演，又是礼仪指导，里面舞蹈也是你编的，然后你什么都会，你太有才华了。导演拍的戏，你不知道，在几十年前，80年代有一部戏叫《渴望》，就万人空巷，就是家家要到看《渴望》的时候，工作都可以不做，回家看《渴望》。那个女演员到现在还很红。对啊，然后张凯丽老师。对，张凯丽老师。那当然了。然后呢，后边呢有一部戏叫北京人在纽约。我看过了。姜文、王晶和姜文，这导演去纽约去拍的，也是导演的戏。也是导演的戏，导演拍的。哇，我那个戏我爱死了。你不知道那是郑小龙导演导的？不知道。还有一个叫《金婚》，也是获遍了所有的奖。好好看，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我不知道是那个北京人在纽约，也是他导的。那个好看的不得了，每个演员都好好看。我觉得导演很厉害，导演很会挑演员，而且他，不多说，说的时候一定是最在讲。对他真的不多说，他不怎么跟我们讲。两口子的文学功底都极强极深，所以《甄嬛传》呢，其实刘莲子也说特别感谢导演他们2个，把这样的一个悬浮的剧小说调成了一个落地的剧本。对，所以说它一下变成了像个史诗剧一样。你要换一个，可能拍法就变成了那种。飘来飘去，飞来飞去的了。对，又是偶像剧的导演拍的戏，所有的都是。他很实在。编辑部的故事也是拍了多少个戏？编辑部的故事也太厉害了但小甜甜也是，就是经典。我真的是。你们拍的时候没有感觉吧？就是你拍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太正经的一个戏，是部电影。也不是我很认真的去拍的。但是周星驰和刘镇哇，他们很认真的，他们真人不是开玩笑的。他在拍戏怎么很认真，根本不会跟你开玩笑的那种。我找的陈嘉上。谁？我做剧是陈嘉上做我的监制。那你还说你的戏低小成本？还好。对啊，还说低，就是不想找我而已嘛，说那么多。就只给你钱，你不要来演。我很想知道前面是谁在开车。开始是九郎，现在不知道是谁。肯定是的，他们全都给九郎人。但我觉得这么开车的方式有点像思思，他合法守法，但挺猛的。没必要就是强出头或者对吧？但是今天我觉得我 OK， 所以你随时说话。好。我也老司机了。不太像九郎。
你开的也挺好的嘛。早晨开的多么温和，怕被我骂。对，我就想说，他给你骂过之后，现在挺好的嘛。对，他们都是你的学生啊，所以你那么熟。他在20年前拍戏，就是我就做指导。做指导就讲礼仪，在《甄嬛传》的时候已经是我们认识了差不多17、18年的有了。对对对。我为什么这次最近出来工作的很频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儿子问了我一个问题，妈妈你都不拍戏的吗？我就马上好，有工作我都出来，之前我都尽量推。是的，他也为了孩子推了3年的工作。你也是对吧？很多。这1、2年工作比较多，然后他上小学了嘛，因为。然后他有点不适应，因为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全职妈妈，他一直以为不出去的。然后等到他上幼儿园，哎，发现这个人怎么那么忙，总出去了。我跟孙茜当时拍戏的时候还说他很痛苦，孙茜就说哥哥，那时候就哥哥我拍不下去了，我静脉曲张，我天天站在那。每天站的时候太多了，太累了。我演女1号的戏，虽然不是大戏，我演女1号到这个戏里呢，我在这儿，小主冷了吧，我给你披件衣服吧。小主热了吧，我给你扇扇扇子吧，他就很痛苦。然后几百场戏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多少场戏。他就跟我说，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好难受，但是我又特别尊重小龙导演，他自己很纠结的。他完全没想到这个《甄嬛传》完了之后，大家那么喜欢姑姑。我很莫名啊。所以不要计算太多。对，只要随心。你是为了导演而拍，最后你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戏那里面那么多女孩，那么多女演员，很多在别的剧里面都是演女主角的。对啊，其实战金那会儿他已经演过好几个女主角了。刘珠，我的兄弟顺啊，我的兄弟跟王宝强什么的，都是郑晓龙导演的粉丝。我们都是导演的粉丝，这哥哥说太对了。你们也投资的对，但是过程中好痛苦，因为半年的时间。然后在横店，我是好久才拍1场戏，拍完1场戏刚找着的感觉，1个多星期10天再来一次。我跟你正好相反，我天天有戏，他天天站在那儿，但没啥词儿。然后他关键是通告没他还得去，因为有甄嬛就没他，很奇怪，对。到后来说你有没有你就来吧，就这种，他也不知道有几百场戏上1000场戏，不知道他随随便便7、800场，我觉得他肯定有，他比王后多了啊。他有一天说，他说哥哥，我的脚，我的鞋冻在了那个冰上，对，冰的。然后我往前跑，我又没有办法回去穿鞋，反正看是近景，我就光着脚往前跑。对。他们都走了，我的鞋冻在了冰上，但是我得走，所以我就赶紧把鞋先脱了，光着脚在冰上跟着他们走。而且他后来说哥哥我很辛苦，他说因为我站不直，我一站直，我就没有那个尊卑感了，我就马上感觉我有点霸气了。对，所以他一直弯着，他很痛苦的。对，腰会很累。他说他还跟我说，他说那些丫鬟就更痛苦，他们是括号型，我要求他们是括号型，在后面不能抬眼。他说他这半年他是一直这样的，稍微有一点膝盖不直，其实观众看不到的，看不到。对，但是他还必须弯着。对，因为你人的肢体嘛。对，哎呀，真的那个时候还蛮辛苦的。还是做王后比较舒服。但是你记得你那个有一天你的头皮被扎出血吗？对呀，我有一天这里就是划破了这么长一道口子有血。他发现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记得。有一天去卸头发，去那个梳妆间，呀，先生你怎么流血了？我说流血了，我一摸流血了，这么长一道口子。这张戏还是蛮辛苦。后来特别逗，有人问我说：“甄嬛传没有放完对吧？你遗不遗憾？你有多少戏没有？”我说：“我的戏就剪掉了1场戏，全部都保留，全部都在。我那里还有《甄嬛传》的全剧本。对，它纸质版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保留那个我很喜欢的几部，就写得很好的那个剧本。反正我觉得我们拍的还挺顺利的啊，特别顺，而且来了雪就抢雪的戏，好漂亮啊！本来说是9个月的，给我的档期，后面半年就拍完了，多快啊！好快，特别快，而且导演特有数。对。我跟制片人在聊的时候，制片人说我们这节目没有任何走别的想法。其实也不应该，因为我们是介绍中国好美好嘛。他说你们太可爱了，他说你们给的东西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有10年的感情，我们还有原来的角色，说实话，后来的生活。虽然是有10年的感情，但也并不是
就是不停的练习，其实也是停留了，冰封了。不过说实话，也是在微博啊就可以看见对方啊现在在忙什么呀。就是我们一见面不觉得有任何一丝的陌生感，对，但是我们没见几面。对，特别逗，对，熟悉的陌生人，对吧？对，太逗了。一见面就是拥抱在一起，叽里呱啦就开始吵死了，这帮人就没有觉得那什么，就是因为这10多年一直没有停了，在网上的神交，然后大家在角色当中，在一个戏里面就像一家人一样，哎，挺怪的，挺逗的。咱们那会儿拍《甄嬛传》的时候，微博刚有，都是彼此在关注微博，他们还在微博上互相呼叫。挺有意思的，挺好的。我还是丽丽他们说，你看你连个微博都没有，他们帮我注册。对，那时候在现场都在说，我也是杀青以后才有的微博。我都忘记什么时候有了。Ada 就是很爽快，对，他没有很多的那种娇柔造作，真诚，很真实。我觉得就活明白了。对，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吧，你要让他改成那样，他也改不了。对，拍戏我可以，我可以演。我觉得你在内地、在大陆待的要比香港多得多。对，那也不是住来说了还是香港，但是我一来，对我两边跑嘛，就感觉你一直都在，就是因为你嫁到内地了嘛。对，我就是这里的人。对，所以就是本来就是一样的一家的，就是你的很真实的那个感觉，就是这回家的感觉。对，你知道吗？在香港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香港第一个自己公开我结婚的一个演员。因为香港那时候狗仔队好疯狂，你不可能说的，很多人都是收起来的。我们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要不就别结，要不呢结了我们就公开，怕什么呀？我们都已经决定了嘛。对。然后我们自己写，我自己写，各位什么传媒朋友什么的，我说我是什么，我要结婚了，我已经找到一个极品老公，他是爱家庭、爱老婆、爱什么的。然后呢，我说我们决定要结婚了，祝福我们吧。这样，我就叫我今年发到每一个布行里面啊。然后你知道那些人怎么样？因为有些记者是我们的朋友嘛，他们还打电话过来我公司说，真的假的？有人啊，木印 Ada 写一封信过来发给我们的报章啊，哎呀，你们要小心。然后我竟然说，那个是真的是 Ada 写的，而且是 Ada 告诉你们的。他说不会吧，吓死他们了，都给他们震惊了。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不用怕，很多东西就是你不用收起来，对，其实总会有人知道的，就公开吧，又不是不见得光。以前我们那些狗仔队啊，香港的狗仔队，他们的那些哇，这简直就是创作。对，创作哇！我的天啊，真的是，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他只是拍完访问你的都是废话。对，他们就已经把这个故事已经写好编好了。他们问你的也是，就是要你说话的表情。洪湖水呀！我跟你讲，你要放《红楼梦》啊，我能全跟着唱。来呀！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哇，这你看住在这个乡下，他怎么出去啊？他就是那种盘山路，小的路，有一条小路。你要看我们这个就是中国的路修的，就是中国速度，中国的路修的。去贵州去云南看盘山路这个隧道，隧道一走多长时间？你说多厉害啊！其实你细想多伟大呀！就在20-30年前都不是这样。对，所以中国的速度是真的很快。这几年真的是很恐怖，非一般的快。所以其实很骄傲的。对啊，而且你现在都不想出去很多地方去玩，你想在国内玩。对呀，真的。而且他们做的那些民宿哦，哇，好看的不得了，高级的不得了。像咱们在景宁那个天空之城。对啊，有些你看他们是小成本的，但他们做的很细心，很细心。欣然也是啊，做了一部很好的电影。对，今年快要上映了。我们到时候帮你哈，如果你需要的时候。好，
哪怕摇旗呐喊。你用那个用那个当地的语言拍的吗？男主那一撇是用安化的塑料普通话，然后呢，我那一撇是用塑料广东普通话。哦哟。哦。我跟你说，一定要有口音。你看思思这个事情，我说过很多次了。你别总说他。不，他是要改的。他说自然会让人有距离感，就会觉得他在表演。其实。你提醒他是因为你真的关心他，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也留意到是这样，他太就是这一下，他就是很想告诉我们，就很用力，但是你特别不想听。我原来就总这么说的，我现在我都怕我。他天天怼他，我都把他怼成抑郁了。我原来就不会啊。他要是那种一说他就会很敏感，就很难受的人，那我就不说了。来，我来找你。哎呀，谢谢。因为艾达没到呀。艾达姐已经手快进去了。那几个人哪去了？倩倩、思思，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吗？那我也来点吧。亲爱的，能给我们多拿点吗？芊芊，快点，掉队了，来啦！我给你拿好吃的去了，不让你带走。那还是还给你吧。还给你吧，给我，在我嘴里。吃我的口水吧。真恶心！这么恶心死了！我喝完你喝茶，我不恶心啊？扯平了。你看，哎，过了桥就是了吧？谢谢，快关门，要不然你蚊子进来。咱们是邻居。好。班长，你办公的吗？要不然都过来住吧，你们。哇，点了熏香，这么好。晚安。晚安。晚安喽。下雨了，哇，这小雨的感觉真好。哎，你别说，青山绿水，有点小雨丝儿。哎呦，这配色太好看了！你看，就缺一个我了。哎，这酒店会不会很贵呀？你看，这酒店啊，是我在同程旅行上订的，真的少，特划算。不管是机票、酒店、火车票、景区门票，甚至是跟团游，都超级划算。千算万算，同程旅行真划算。哎呀，我可真会省啊！快来，孩子们，去餐厅。哇，哎呦，准备好喽！哇，太丰盛了吧！哎呦，班长又是你准备的吗？这是你亲手准备的吗？班长，你可真贤惠，你可真贤惠。哎，大姐，这要是我准备的，我这一晚上就别打算上床了。你可不就是一晚上没睡吗？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我这家伙。Hello。哎呦。恭喜你瘦了，他本来就瘦啊！来，坐上位，坐上位。哎，艾达今天不吃早餐了是吧？哎，对呀，艾达姐没来呀。皇后娘娘没来，位置都给留好了 ，C 位。我的女儿就是这样，有尊贵的身份。哎，我的女儿，哎呦，我的女儿永远是像她爸爸一样美。当然要很漂亮啊！跟你们吃早餐啊！我们快吃吧，我们刚开始。走丢了呢，我以为。所以你昨天开车开的怎么样？开得很爽。别急开车。人家开的好的不得了，两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叫救命，烦死我！好吧，我们出发去腾冲。哎，慢点，不行，没事，你怕什么呀？
我是在这里当司机好多年了。慢一点。不行，怎么样也不会让我停下来的，我的脚步已经往前冲了。慢一点，不行。不行，这山路旁边是悬崖。不用担心。嘣！这安全带只有一根啊！哎，下坡就不用踩油门了啊！不行，妈，别说话，哥到了悬崖了，要不要太接近一点？不要！我都要站起来了。你真的不用。我一直在踩刹车，虽然后排也没有。为什么你们拍什么呀？他现在已经后悔来了这个节目。让我送回去吧。他就不停的说悬崖，弯了，急转。对我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都习惯开车了。没有，今天我来开车行吗？大家相信我吗？我不相信。哎，等一下，我们干嘛？哎，我们班长说。哎，今天我不是班长。为什么你又不是班长了吗？我一日班长。一日啊？那今天是谁呀？不是，我还是愿意继续为大家服务，没有问题。那你就继续班长呗。哎呀，规划路线这事儿真的太可怕了。我一个坐副驾都老睡觉的人，你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班不可一日无长啊。那你当吧。你当。我怎么觉得他还没醒酒呢？你看看，真是哦。刚刚的头好痛啊！哎，他没当过呢是吧？对呀，思思没当过。太好，你当吧。每个人都要当班长来吧。班长好。那要这么说的话，哎呦，班长开始演上了啊！班长演上了。今天我是班长是吧？哇塞，四姐都开始舔肚子了，刚才都开始舔肚子了。你今天有什么想法？我记录一下。我昨天晚上就想推拿，没找着人。好，我安排。你有什么想法？没事，我辅助你，我就愿意做，我就愿意干。我没好嘞。你有什么想法？我要泡温泉。得嘞，你有什么想法？我真没想法，我真的没有。哎，白问。你有什么想法？把方向盘握在我自己手里，没有想法了，谁也不行。今天你就别开车了，要不要行吗？哎，那个思班长。哎，您说。我们吃完了。哎，要打包还是要结账？喝点水，喝点茶，咱出发了。哎，得嘞，各位请来。哥，你怎么就声儿都变了啊？怎么谄媚2个字就写在了脸上？这怎么回事啊？其实就是很简单，对，都很简单，不要了，谢谢你，不要了。哎呦我的妈呀！你看见班长，你太好，你看见班长，摆着好看。班长要坐中间。哎呦我的妈呀！真是陈思思班长，烧屁股他觉得。C 位烧屁股，坐不太住。好，欢新团的成员们，你们昨天共花费54个，目前剩余76个金瓜子，整76个。哦，整76个，还剩76个。是这样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昨天咱们在出南瓜村，出冬瓜村。哎，你们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在广播站笑场了吧？因为哥一直在说南瓜。那个芝姐那个大姐，她传承这个非遗，然后呢，我问了她一下，她真的不赚，她不赚钱。我马上就联系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妇基会，她马上就来。哎呦，这可太好了，这个来了有可能我努力的让他们请一些企业给建一个妇女的非遗工坊。哦，真的？真的，嗯。这是我们第2代这个橄榄枝编织探究法，他家的第1家就是那个盐雪基地啊。那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学织布，你穿的这个衣服也是自己做的吗？哎，我是给人员。是的，他自己做的。很漂亮，特别漂亮。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德昂族，关注德昂文化，走进边疆民俗手工艺。努力啊！所以昨天我们那些钱，有一些钱花的有点多，但是我觉得花在那个大姐那儿，我觉得是挺值得的。嗯，好，我们同意他们了。好，我们现在发布今天的轮值班长的人选是陈思思。哎呦，你看这 C 位都坐上了，你瞧瞧。
实至名归，感觉没有点配乐都对不起这个总裁。坐下了吧。好，实质坐下吧。哎，所以班长，我们念一下今天的任务吧，班长。好的，今天每位换星团的成员都会被赋予一个秘密使命，成为某人的守护天使，不谋而合哦。大家听清楚了啊！依次到导演组处说出今天你想要守护的人，选择守护以后，你将成为他的1日天使。在游戏期间，你需要默默的关心和帮助你的守护对象，但记得不要暴露身份，保持神秘感直到游戏结束。现在请大家自由决定顺序，来导演组处登记。我今天要成为他的守护天使，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你怎么选呢？我今天因为其实我也有一些话想要跟他表白。哎，我完了不能说，一开个头，我怕我又哭了。走吧。哇，好这感觉太好了，烟雨的那感觉，你看就是我们中国水墨画呀，真的是仙境啊！好香啊！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调制一杯我们的咖啡。砰砰吧！哎呦，等会儿我这弄一脸，不错。你丢过最离谱的是什么？有没有丢过孩子？丢2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看自己和看他人的一个测试。你知道我今天这个天使要守护谁吗？打开同程旅行，订酒店、机票、火车票、买门票，轻松万算都划算。7月17日第2周起，每周3、周4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1周看。周5中午12点，会员专享策划衍生，正主聊不停。周6中午12点，会员专享加更版，看更多正片未播的精彩内容。周中花絮、预告定期掉落，还有会员礼包换新小站，包含超多独家内容。快来和娘娘团一起开启换新之旅吧！咱这一期咱们继续答点题，好不好？我们还有脸答题啊？上一期答的那么烂。没装备禁足弦乐阁期间，以下哪件事情最有可能发生？这个我还要回答吗？他已经管不了别人了。安陵容那会儿就去给勤政殿给皇上唱歌了啊！对不起，那个不是我演的，是我的替身去演的。你俩太差了。水平你得了吧，你这水平也不咋地。那我对了呀！你看下第2题来，眉庄生产时魏恩太医给他喝了什么而好转？我觉得多种药萃取，我应该是有这些词儿。你看，这又是一个当事人振振有词啊！我等着他错，看一会儿会不会打脸、啊？对，我等着他错。我跟你讲，下次再有这种题目，你就挑那不可能的选。那我挑那不可能怎么选？那你这命，你说什么？我必须对掉题，今天来。快说答案！大家好，我是奔赴万人现场的策划人梁龙，我是奔赴万人现场的策划人薛之谦，还有一位特邀的策划人，都知道是谁了，对不对？让我听听你们为谁而来。我们将带领一群音乐人，通过每一场真实的线下售票演出，一步步冲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万人演唱会。欢迎来到喜人奇妙夜。1周的工作做完了，老板的嘴被我堵住了。周末包饺子的馅儿我已经和好了。张静在哪儿？可以来约我了，因为周五我们下班了。我们就往这边走吧，妹妹们，还是姐妹重要。
上微博参与换金环游传话题讨论，和换金团一起聊旅行趣事。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节目。旅行的每一站，换金官都将在微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快来一起换金环游吧！腾讯视频电视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畅享大屏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首次关注还有机会抽 SVIP 年卡会员哦！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可参与抽会员哦！让智能创作如影随形，腾讯智影用 AI 超能力和娘娘团一起出发。